我在我民政局我这一干，这差不多这快10年了吧。我跟您说，我在民政局我就是干一辈子，我混一辈子，我也当不了处长，我更甭提当什么局长了。妈，我跟您说，我也不瞒您，就前2天，那个我们单位就组织去体检去，然后正好那医院边上有一个那个心理测试，然后我们哥几个就测试去了，人家那老几位都70、80分，就我一人，我57。不是这57这是什么概念啊？我说爸，我告诉您57什么概念啊？就50分以下的，你就那个去治抑郁症去吧。抑郁症就是张国荣得那病，就是唱歌后来又演电影那个。哦，我知道。就完了，不是那个就是纵身一跃就跳楼那什么了吗？是香港的演员。对对对，就是他。果然，你是不是吓唬妈？不是妈，我没吓唬您，这是真的。就张国荣当时呢，他就是得了抑郁症了，就站在那个高楼，就是纵身一跃就下去了。我倒不至于说有那种纵身一跃的感觉，但多少对那楼底下的那情况有点好奇。就妈，我跟您说啊，我在我们单位，我尤其我就这几年我就特别不开心。我上半年我在那个结婚登记，下半年我在离婚登记。我在离婚登记那儿，我就开始堵心。我真的，我这心我堵的吧，我就感觉我有时候他们那过来到我这办离婚的，我随时我这心脏就能停止跳动。完了，我又绕到那个结婚登记那儿去。结婚登记那儿，我现在我着急了。我真的妈，我想结婚了，我就真着急了。我不想在那儿再待着了。就反正我现在我就决定了，我就下定决心了。别说10匹马了，就1万匹马也拉不回来我。我就是想辞去民政局的工作。我在那待着不开心，我不高兴，我就想干我想干的工作，我就开心，我就高兴。不是你，那你辞了工作以后，那你干什么呢？就是爸，我跟我那哥们儿七星，就我们哥俩都商量好了，我那个投一部分钱到他的那宠物店，然后我们哥俩共同开一个摄影工作室。只要我在那儿好好干，我跟你说爸，我每年真能挣不少。就是爸，你也看见了我那些照片，上面那都是金奖，得完金奖之后就有杂志，还有国外杂志人都买我那照片，有奖金。就是攒了4年的这奖金，这不妈我才把我那车才买了吗？要不然我哪能买车呀？我跟你说爸，只要我在那儿好好干，挣的肯定比我在民政局挣得多。我跟你说，我要努力干的话，我这1年40、50万那都不成问题。不是，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钱挣多挣少无所谓，关键呢你得愉快，你知道吧？你得找一个你自己顺心的工作。人这一辈子要没有顺心的工作，你那不是别我爸，我离开民政局，我就一想我离开，我就特别高兴。我再一想想，我能拿起相机来，我去拍照片去，我拍动物，我拍人，我就心花怒放，真的吗？行，只要你高兴，你愉快就行，真的。不是爸，您支持我离开那儿吗？不是我，你儿子敬您啊吗？不是，那我妈，我今年35岁，我还有机会能实现我的梦想。我请您一定相信，我要是干摄影，我能干得特别好。我向您保证，我前途一定一片光明。我衷心的希望您能够支持我，尊重我这决定。果然，我今天才知道，你过得那么不愉快。我觉得，我这个当妈的很失败。当初，我想让你按照我给你指的路往下走，我也是想为你好。但是我没想到你内心是那么痛苦。天下哪个做父母的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啊？
看到你那么痛苦，我的心里比你还难受。如果你确实已经想清楚了，我想清楚了吗？如果你辞职以后能够高兴，妈尊重你的选择。妈，我谢谢你。帮妈吃菜，来吧。你可真成，这么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好歹是个公务员啊！哎，你不等会儿跟同志们告个别？算了，趁大伙儿没来上班之前，我还是先溜。周末跟大伙儿说一声，请大伙儿吃饭，行吧？行，我通知到了。还是有点不舍得吧？我是在告诫自己，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到离婚登记来。哎呦，离婚登记，先把婚结了。你最近有什么打算？顺其自然，拍点自己想拍的照片，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儿。哦，哎，对了，你跟那桃子好上了没有？等到我彻底的、全方位的把它拿下了，早晚得过咱们这关。好，等你拿下了，到这儿来，我亲手给你办证啊！好嘞。先生您好，尚律师现在有空了，他在第7咨询室等您。谢谢。想结婚了，早就应该了。来，哥们儿先提前祝贺。哎，谢谢。哎呀，好事儿啊！不过你要想结婚，我得先问问你啊，你觉得这个婚姻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爱情。这是天底下最大的谎言之一。果然，你要是现在还停留在这样的一个认识上，我还真得劝你好好考虑考虑。因为用爱情作为基础的婚姻绝对是不牢靠的，婚姻是现实的，你知道吗？一定要理性的去面对。但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福的婚姻。那你能告诉我爱情的保鲜期有多久吗？我告诉你，18个月，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其实这也不能怪你，果然，现在有很多恋爱的人都会像你们一样，轰轰烈烈，卿卿我我，死去活来，显然是被爱情或者说被你称为的感情蒙蔽了双眼。这样你们很难去发现对方的缺点，就算是发现对方的缺点了，你们也不愿意去面对和讨论这些现实的问题。为什么呀？因为你们怕这样破坏了这种爱的感觉，让爱变质了。可一旦进入了婚姻殿堂，随着爱渐渐的淡去，你们还是要面对这些很现实、很残酷的问题和现状。可那个时候，如果你们要再去讨论的话，我想已经就晚了。而且很有可能把一些简单的问题弄得很复杂，平白生出一些没有必要的矛盾。你觉得这样的婚姻会不出现问题吗？
我这还没接呢，我这聊的我这，我只是在给你提醒，你知道吗？哎，你是不是不爱听这话呀？这话谁爱听？这人正处在热恋呢，你说这话就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底下。你知足吧，咱俩是哥们儿，要不是哥们儿，我不跟你聊这些。是。你要结婚，我希望你能在结婚以前把这些事情想明白，考虑清楚。我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的，我想传授给你一些，可以说是经验吧。啊，其实啊，你在选择这个恋爱或者说是以后的结婚对象的时候，你听我的，一定要冷静、冷静、客观。两个人其实开始的时候，只要彼此有一些好感就足够了。你千万别太感情用事，那样没有好处。一定要冷静客观的面对，才是对婚姻真正的负责。兄弟，我再告诉你一个道理：婚姻不是爱的港湾，婚姻是安全的港湾。女人需要安全，咱们男人同样需要安全。怎么才能安全呢？怎么才能安全？从一开始就要很理性的来面对它，这是婚姻稳定的前提和基础。进。九，什么事儿啊？邵律师，您约的客户已经到了，在2号咨询室等您。好，我马上去。好的你照顾一下这位果然先生啊。啊，好嘞。果然，好好琢磨琢磨，理性的消化一下我最后一段话。有什么不明白的，咱们吃晚饭时候再聊吧。哎，啊，那我先去。哎。果先生，我给您倒杯水。哦，不用，谢谢。啊，那不好意思啊，果先生，麻烦您交一下费。什么费啊？咨询费。啊，尚律师的咨询费。尚律师1个小时400块，不到1个小时按1个小时收取。你们这儿的收费标准很不理性，所以我帮你们理性一下。他刚才找我聊那天儿啊，还那时间啊，就20块钱。我喝咖啡加糖，不搁奶，多谢。啊？苏欣姐和西风离婚了？那财产怎么分的呀？给我姐啊，她净身出户。那还算她有点良心。说实话，当我知道她把所有财产都归到我姐名下的时候，我这气儿还真的消了不少。大家都说这感情不能量化，可是送你一个钥匙链和送你一个钻戒，你说这感情能一样吗？国家法律里头还有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块呢，这说明什么？说明钱这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它在某些时候真的可以抚慰人的心灵。当然，我最高兴的时候就是领工资的时候，没钱怎么活呀？你知道每天全国有多少对在离婚吗？多少对？5300对。每天5300对啊，1万来号人呢。关键是我姐都离婚了，你说我对这婚姻还能够有信心吗？不是，我跟你说啊，虽说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你也不能一辈子一个人吃饭吧？再说了，我觉得果然还是挺靠谱的。不，西风不靠谱吗？过去西风在我们眼里是最靠谱的人，结果呢？结果还是跟我姐走到这一步。你要真那么不放心的话，我给你出一招。你在结婚之前，把他所有的财产全部拿来，你看他老实不老实？人家婚前辛辛苦苦挣的钱都给我，这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你妈含辛茹苦养了你32年，你没吃他们家一口饭，没喝他们家一口水，就因为你爱她，你就得离开自己的家，把他爸妈当成自己亲爸亲妈，把他兄弟姐妹当成自己亲兄弟姐妹。完事你还得从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变成一个只会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黄脸婆，还得帮她生孩子。你生下来孩子还得跟她姓，你凭什么不能拿过来啊？你到底有多爱你那个桃子啊？我觉得，桃子她那样的就是我想找的女人。
觉得跟他在一块儿待着特别舒服，既轻松又快乐。他跟我一块儿待着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就想每天都见着他，一天见不着我就挺想他。我只要一看见那些对他起坏心眼的男人吧，我就想抽那哥们儿。反正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分享我的一切。哎，停。分享一切啊？你说的这个一切都包括什么？就是一切，就我这人呢。所以我必须跟你喊停。如果这样下去，你会出大问题的。你可以和桃子分享你的快乐，分享你的痛苦、喜悦、忧伤。总之，你可以跟他分享所有的东西，但只有一样不能分享。什么？你的财产。我没多少钱啊，我。这跟有没有多少钱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你觉得一个女人需要安全感吗？当然需要了。女人要没有安全感，那人家也不跟你呀。那你觉得男人是否也同样需要安全感？需要啊。男人觉得跟这女人在一块待着挺踏实的，他就愿意娶这女人。我跟桃子，我们俩相互之间都有安全感。那么你是否也需要像我这样的一个稳定的一种婚姻生活？你今天请我来，是不是想从我这儿取点经呢？对呀，我就想从你这儿取经，我学习啊，要不然我请你出来干嘛？好啊，哎，既然我们的目的和目标是一致的，那你就应该听我的。不管你有多爱他，你绝不能跟他分享你的个人财产。而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 AA 制。我反对。不是 AA 制这个词儿来，是吧？之前中国有 AA 制这词儿没有？这是从国外溜达过来的。我认为 AA 制，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就是不太熟的朋友，大家坐在一块儿吃饭，采取 AA 制这种办法。你要特熟的一帮哥们儿也 AA 制，我觉得这谁都接受不了。你何况说两口子，我跟桃子我们俩这准备都那什么了，也实行 AA 制，这不行，这太冷漠。婚姻不是做生意，我不行，我觉得这太别扭。你觉得很别扭？非常别扭。之所以你觉得别扭，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执行过，你不明白这个概念。我和我老婆，我觉得我不用执行，就我想想我就挺别扭。我和我老婆从开始交往的时候就实行 AA 制，到现在了，挺好。不是那个少哥，我打断你一下，你老婆是德国人，就你们两口子呢，已经10几年了，就你们的婚姻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了，这不一样，国情不一样。好吧，你既然说到国情，那我就举一个你身边的例子，就拿你父母来说吧。你父母这一辈子的财政大权都在你母亲手里，对吗？是。你父亲甚至连工资卡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可当他们两个在感情上发生了一些分歧和矛盾的时候，你父亲即便自己再有一些看法，有一些想法，但是最后还是要执行你母亲的意愿。为什么？就是因为两个人从开始的时候，你父亲把所有的权利全交给了你母亲，没给自己留一点余地。那是我爸尊重我妈，哎，你可以认为这种尊重，这是爱护，但是事实是什么？事实是你父亲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委屈。难道你希望以后你的婚姻模式也是这样吗？我当然不希望。所以桃子不是我妈，我也不是我爸。我爸我妈我们家那点事儿，那是属于原来历史遗留问题，那属于个别案例。就我跟桃子我们俩这情况不一样啊。你说个案，那之前你的那段感情怎么解释呢？你之前不也是准备要结婚，最后两个人分手了吗？受伤害的是谁呀？受伤害的还不是你自己吗？为什么你会受到如此的伤害？因为你这个人实在，你这个人太感性了，所以从交往的时候，你把你的一切无条件了给了对方，最后分手，导致你的受的伤害比他要重。难道你希望你和桃子这段交往还像原来一样重蹈覆辙吗？我说的是但是，可能。但是，你不能否认一点，变化是存在的，谁也不敢说没有变化，因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会有变化的，唯一不变的就是我们的亲情，我们的血缘。你和你的父母不会有变化，所以我说，婚前财产公证还有 AA 制是最大的保护你自己。即便你们两个以后分手了，你只是在情感上的付出，而其他的方面把伤害降低到最小。哎，再拿你平时工作来说，你天天接触的都是这些离婚的人群，这里面得有85%的人都是因为经济问题分手的吧？
他们之前在交往的时候，同样也是卿卿我我，同样也是轰轰烈烈，但是之后呢？之后就因为两个人在经济上面没有分清楚，所以才会产生一声：今天我给我父亲钱多了，给你妈钱少了。今天我给我弟弟打个欠条，我没告诉你，就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但是统统的都是经济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如果要想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婚前财产公证，执行 AA 制。我跟你说这些的道理，就是要告诉你，这样是保护你最好的办法。你可以不接受 AA 制，但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婚姻法司法解释3出台以前，女人要求男人要有房子；而出台以后，女人不光要求男人要有房，而且还要求男人在房产证上写上他的名字。你太不了解女人了，女人不见得非要找大款。但他们一定会拴住属于他的那个男人的钱袋子，因为他们觉得拴住了这个男人的钱袋子，就等于拴住了这个男人。你千万不能让他们得逞，因为他们如果一旦得逞，你就彻底没有退身的余地了。哥哥是有婚姻经验的人，